好，袁鹏杰对长鹿飞熊马的第一回合啊，魔术打法，往前就往前逼，但逼的不是一近距离，也是一个中远距离。袁鹏杰的胳膊比较长，拳不真正的打出去，但是对方会很不爽啊，就像一个人拿手指着你一样，很不舒服，人的本能反应很难去克制。长鹿飞熊马一直在往后退啊。这种不安感啊，对方有手指着你就会很难受。但是他的个子小，他可能只能打这个近距离会好一些，对这个日本选手袁鹏杰反架的一个后手。长鹿飞熊马想办法把头稍微压低一点，打身体啊。袁鹏杰正蹬被接身体拳，看来 Rise 赛事还是可以允许接腿反击啊，接腿是可以的这件事儿。跟这个传统的 K1 还有一点点区别。袁鹏杰反架踢膝假动作，然后这个长鹿飞熊马扫踢的同时被顶膝啊，顶膝，然后长鹿飞熊马他往这个侧面去躲闪，低扫踢踢空。长鹿飞熊马其实也控制型，这么看啊，这么看是一个控制型，也不是压迫型的，所以他这个身材其实跟袁鹏杰来讲非常不好打的，踢裆了。这场比赛是我看完直播之后录的啊，看直播的时候，我当时看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我那个科学上网在另外一台电脑有点问题，所以没给你们直播成。但这场，哎呦，这个冲过来啊，冲过来撞到了袁鹏杰的胯，其实是撞到了他的肘，但是现场发生的太快，就袁鹏杰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撞到哪儿了，然后对手可能也搞不清楚，并不是对手刻意的玩来，你知道吧？并不是对手刻意说你肘击我，有可能是就是冲过去，反正被撞了，也搞不清楚自己什么情况，肯定得稍微的抱怨一下啊，应该是长鹿他自己撞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啊，你身体低得太低，你不好说会撞到哪儿。看往前，这一个可能肘子滑过来了，但袁鹏杰他要身体这个往侧面去转向啊，不然的话对方跑到身后去了，对吧？那个位置你肯定转向，胳膊会动。刚才那什么手势？这是扣分吗？我没太看懂啊，我不太知道这是扣分吗？那给一个一次什么意思？我不太确定啊，不是因为日本选手撞过来，然后给咱们扣1分吗？那后来没听那个比赛之后提这件事啊，所以我们就先不讨论。哎呦，顶膝！长鹿飞熊马也想办法去缩距离，但是呢，本能的来讲，他可能还不是一个压迫型选手。袁鹏杰啊，踢膝假动作加顶膝。哦，假动作，哎呦，再次这一下啊，这下我其实看过好几遍了啊，这个绝对不是那个读秒的击倒，这是在袁鹏杰顶膝的时候，然后呢被对方打一下，或者说有一个推力倒地是很正常，单腿着地嘛，他推肯定是往后摔嘛，对吧？这时候对手气势上来了，袁鹏杰还是要控制距离，所以说一直选择游走。啊，就是你们待会儿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慢镜头啊，它真的不是一个击倒，就是所谓的打中摔倒和打中真的有点要晕倒，这是有区别的啊。但是你也不能说裁判就是故意的，但我觉得这确实有问题的啊。但是有的时候有问题的这个误判也是格斗中的这个一部分魅力吧。哎呀，踢膝，然后顶膝，顶得不错啊，那下好，第一回合结束。好，慢镜头看一下啊，踢膝假动作，顶膝，推倒，你看袁鹏杰摔倒那一下手撑地，而且你看精神没有任何恍惚，看到了吗？没有任何恍惚，直接撑到地的时候，这个过程中是没有那个就是0.0几秒那种短暂断片那感觉的，这绝对不是一个读秒的击倒啊，这应该是一个算受力之后啊没站稳，
就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肯定判罚有问题，但是裁判也是凡人，也可以理解他。我也不能说一定就是说被黑了哈，但我不太确定第一回合那个裁判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告诉你3个裁判要扣1分吗？因为日本选手撞向袁鹏杰，所以袁鹏杰要被扣分吗？袁鹏杰更加密集的假动作逼迫，但是如果第一回合有读秒的话，必须袁鹏杰要找机会要重击哈。袁鹏杰胳膊还挺长的，哎，找到机会后手，嘣，身体拳。袁鹏杰刚才是不是也被摆拳搂了一下子啊？喂，跳膝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长路有这个压迫感，但是他没有说近身的连击，就是单击的找机会，也让人不太舒服啊。但是对长路自己来说，我觉得他这种打法近身也没有说连续性的压迫，没有出拳连续性的这种进攻，我觉得对他来讲还是差一些的。袁鹏杰一直手去晃，哎呀，这个部分确实。长路控制的是不错的啊，通过心理控制啊，毕竟也是一些假动作，然后加一些单击。哎呦，后指袁鹏杰没有事儿啊，长路再往前去逼近身位。长路呢，我理解是身体硬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，还是这个靠自己有一些经验啊，硬件包括说悟性，我感觉这选手不是特别强悟性的一个选手，但是呢，还是很聪明，很有战术意识的。袁鹏杰跳膝，长路又侧过来，哎，这个正蹬有些局面的逆转啊，马上袁鹏杰过去缩短角度了，中近距离了，哎呦，这个些重拳连击，长路刚才也来了一个反击，长路还是在忍，在憋一个大招。你看长路这个身体确实是很差，我觉得身体很差，但是很有策略啊，很有策略，必须说他是有策略。哎，后指，长路很专注啊，袁鹏杰也一直按接腿，要怎么样？长路没有后续进攻，哎，想后指打袁鹏杰，袁鹏杰，哎，长路这时候也稍微有点到了一个身体的临界点，哎，顶膝顶到脑袋了，应该是可以孤颈顶膝的啊，连击这一串没有打出读秒，长路还是很淡定啊，别说长路，我真的是这我看了，这是第2遍看。除了直播的时候，我这第2遍看，我觉得长路还是很有策略，很冷静，很淡定。哎，这一下是不小心滑倒。你看袁鹏杰这个时候有点不冷，就是有点策略上问题啊，就是在没有处理这个长路的伤口之前，袁鹏杰已经开始主动的往后退很多很多。其实如果比赛正常再开的话，袁鹏杰离对手太远了，袁鹏杰应该站在那里。对吧？你往后已经退了一步了，裁判已经不管你了，不能再往后退了，因为裁判一说 fight 的时候，马上就可以冲过去，所以要缩短与对手这个距离，尤其对手在被处理的时候啊，在被裁判这个推开的时候，懂我意思吧？刚才这个伤口处理，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必要，因为是很显然，在处理伤口之前，袁鹏杰是在占优势的。当一方占优势的时候，即使另一方护齿被打掉，裁判都不应该干预的啊。但不认为是说裁判刻意而为之，有可能就是一个脑子当时就那么想的，这不好说。哎呀，第2回合结束啊！第2回合我觉得前半段长路打的是挺好的，主要给的压迫感是很好的，但是还是说更多是一个距离的控制，虚张声势啊，并没有说近身有什么连续性或特别有效的进攻。长路是一个。我觉得是个笨人啊！我觉得是个笨人，就是说在格斗中抓住每一次机会。你看，其实他抓住了一些机会，哪怕第1回合说袁鹏杰被读了个秒，那长路确实抓住那个机会，让裁判去误判了，对吧？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。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更加努力的人，就是更加硬件好的人，未必会成功啊，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。但有的时候更加努力的人，往往会获得更多机会。好，第3回合看一下啊。长路跟袁鹏杰很显然，目前看来，袁鹏杰的技术是优于长路的，但长路呢，在自己的自身条件下，目前已经尽力了，他尽力了。就是袁鹏杰，比如是一个90分的身体硬件，那长路我给一个50分，
那确实是个50分的硬件。哎，反复的低扫。其实卡夫踢的位置，哎，长路很聪明，摆拳定一下假动作，然后身体拳。袁鹏杰一直在这个轻拳去控制，在找一些重击的机会，对吧？哎，后直，哎，顶膝不错，就即将顶到下巴。长路也是运气好。长路，哎，被打的骗的护头，然后击腹。袁鹏杰这个做的很好啊。截腿，看长路截腿又来一拳。长路往前想去逼迫一些，袁鹏杰躲得还很快的，高扫滑着过去。派瑞拨开小日本的扫踢，哎，身体拳，哎呦，这个手做，哎呦，长路刚才那一拳打的幅度太大了，袁鹏杰要真打中了，长路就挂了。哎，顶膝顶得不错，左膝，长路这时候连续2个膝被打中，右手硬拿低了，看有一点点这个肝脏的感觉了啊，肯定有，绝对有，100%有。因为当一个人本来手在这儿的时候，忽然拿到这儿，而且连续挨了2个肝脏的袭击，很危险的。喂，连续顶，我操，这个日本选手现在也不容易啊，拼到后边，袁鹏杰连续出拳，哎呦，顶膝顶得非常好。这个回合到这儿来讲，我觉得是袁鹏杰做的不错。哎呦，这几拳，这回又很重要。哎呦，很重要，连续。袁鹏杰这个距离一旦起膝之后，很容易被对方抱住啊，确实是，对方只要抱住你，你这个进攻就被打乱。哎呀，这已经快不行了，长路，但是长路还是坚持的很顽强的啊，长路很能扛。哎呦，刚才那个后手前摆打得非常漂亮，长路但打空了啊，这也很精彩了。这回合目前，哎呦，长路刚才后摆也很重，机会型了，看到了吧？咬着牙。50道的感觉来了啊，都狠劲上了，狠劲上了。哎，袁鹏杰这时候怎么能退？哎，跳膝不错。哎呦，刚才那拳打袁鹏杰要坐上了。哎呦，我的妈，这几拳袁鹏杰被打得挺重的。所以其实啊，袁鹏杰很失误的是在最后这10几秒，刚才有3个重拳，大概2、3个，让长路这个精神发挥出来了有点。袁鹏杰非常不好的印象啊，留给了裁判。在最后16秒的时候，看袁鹏杰最后反而有点要逃窜的意思，所以有的时候回合的最后16秒，结局就会被改写啊。原本我觉得第一回合即使是误判，已经是一个10比8了，对吧？丢了2分。第2回合呢，我认为是袁鹏杰赢。然后第3回合，如果袁鹏杰表现可以在倒计时16秒或19秒之前那个表现。第3回合拿下，赛事在日本方啊，就是跟中国的比赛，他们是主场，他有可能也会给一个平局加赛一下。但是最后这个确实环节给的不好，最后16秒打的不好，这是最后没撑住场面。看，所以我就说这个长路还是一个很智慧型的，硬件很差，这个技术也不是那么强，但是呢，面对什么时候该往前控距离。什么时候呢？该去咬住牙防守，什么时候找一个重击的机会？虽然拳也没有那么重啊，也还应该挺重，但没有那么重，也没有那么准。他能在那个体能的分配下输出那一下啊，而最后10几秒，他居然还可以顶上去，我觉得这已经尽力了，他确实尽力了，他尽力了。袁鹏杰还是第1回合这个，而且那个裁判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不是一个扣分哈？不太确定，还是说一次警告？这警告啥？好吧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袁鹏杰应该学会很多啊。我觉得这个老将也很值得尊重啊。我第一遍看的时候，我甚至认为说他差太远了。但是我现在看，我觉得他身上是有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啊。像袁鹏杰事后总结，然后看这段解说，我觉得你也能学习到更多。好，期待袁鹏杰下次再去日本作战啊，下次一定能获得胜利。感谢大家。